我这怎么就成诱惑他夫人了啊？我是为了他好，你为怎么了？嫂嫂，夫人，为何争吵？您问他吧。敏儿，你说。是这样的，夫人呢，看我读书辛苦，就劝我说，有好学问不如有个好爹。她还说，假如三叔把事情给他办妥了，他就保我飞黄腾达。结果娘恰巧路过给听到了，就生气了，两个人说着就吵了起来。包拯，我说的有错吗？这怎么就成了诱惑他了？嫂嫂，我跟夫人单独说说。啊！夫人，我很抱歉，我嫂嫂是刀子嘴豆腐心，她很善良，但今天是您的不对，不该跟敏儿说那些话。包拯，我说的有错吗？你帮我们母子相认，我会报答你的，你和你的侄儿都会飞黄腾达的。夫人，你错了。成为皇上尽力是天经地义的事，我侄儿的前程跟这些更是毫无干系。夫人，这是我写的谏书，谏言太后撤帘还政，将皇权交还皇上。若是用我和敏儿的前程做交易，那我宁可付之一炬。两位大人，两位西人在宫中，哀家吩咐了郭槐，让他尽心尽力的伺候。请两位大人放心，今天召见两位大人入宫，是哀家遇到了一件棘手的事情，不知道该如何解决，所以想听听两位大人的意思。皇上他已经有意中人了。这么快？皇上中意谁了？不是我们替他挑选的人，他叫周儿，是皇上在乡下时的玩伴，也算是青梅竹马。皇上一直对他念念不忘，前些日子让哀家接他入宫叙旧。可是昨天，皇上跟哀家提出，他要娶周儿。儿时的玩伴？她是南唐皇室的遗孤，皇上说，他认识的第一个字、读的第一篇文章都是他教的。太后，您确实遇到了难题。皇上的婚事并非儿戏，按祖制规矩并不难办。可是让哀家难的是，最近朝上有人议论，想让哀家放权，让皇上主事。哀家就想着说，皇上大婚的这件事情，就让皇上自己做主吧。可是现在碰到了这样的情况，也真是让哀家左右为难呢。太后，那您是想把这件事放在朝上，与百官一起议论吗？张大人，你我下了半辈子棋，都以为自己的棋艺登峰造极，在我看来，还是回去重新读棋谱吧。柔儿，柔儿，皇上，张公子刚才出了寝宫，去哪儿了？奴才也不知道，奴才这就去找。皇上，太后请您过去。张公子，周儿姑娘，你在这里做什么？在等你。等我？是皇上让你来的？那你有什么事情吗？有个事情，我想请你帮我。帮你？常公子，我能帮你什么？
劝劝皇上。劝皇上什么？让皇上不要娶你。周儿，我知道你们青梅竹马，皇上也是真心喜欢你，但不能娶你。为什么？你不是皇上应该娶的女人。那什么样的女人是皇上应该娶的？能帮皇上成为真正皇上的女人。周儿姑娘，你想过没有，为什么不早不晚，偏偏在皇上要大婚的时候你们重逢了？而且你还轻易的就进了皇宫。你虽是前朝名门之后，但从小生长在民间，不知宫里的险恶。宫里的事你不懂，我也不能说给你听。周儿姑娘，这些年，皇上对你念念不忘，你们儿时的点点滴滴，皇上也跟我说过。曾经，在皇上离开乡下的时候，你追着马车喊着，让皇上要做一个好皇上，你还记得吗？皇上说他忘不了你的话，但要做一个好皇上，首先要做一个真正的皇上。我怎么知道你真心为皇上？你知道我是怎么进宫的吗？皇上告诉我了。从进宫的那一刻起，我的命运就拴在了皇上身上，牢不可分。你帮了我，就等于帮了皇上。张公子，你想让我出宫，远离皇上？不，你出不去，皇上和太后都不会让你出去。让我去劝皇上，不要娶我。张公子，亏你想得出来。解铃还须系铃人，只有你才能让皇上冷静下来。青女说了，皇上从小只听你的。真是好笑。昨晚我想了一夜，本来我是想请你帮我劝皇上的，没想到你先来找我了。皇上，你昨天说的话，哀家和小娘娘都认为你是一时头脑发热，根本就没当真。这一夜过去了，你的热血可凉下来了？孩儿不是一时冲动，孩儿是打心里喜欢周儿，从骨子里喜欢。义儿，皇上的婚事可不是儿戏。孩儿知道。妹妹，你看皇上的脑子还是发热不退呀。希望母后成全孩儿。皇上，就算我们成全你，大臣们也不会成全你。儿的婚事是儿的私事。幼稚！这大宋的天下都是皇上的，有哪一件不是你的私事？你知道哀家为什么要让你与张大人、王大人家联姻吗？因为他们权势显赫。无论他们当中的哪一个，到了将来都是你背后的靠山。难道你就不怕得罪他们？娘和小娘娘才是孩儿的靠山。皇上，哀家说过，你自己的婚事自己做主，你可想好了？孩儿想好了。皇上，你去哪儿了？去把周儿叫来，朕想见她。周儿，叶儿，我有话要说。我也有话要说，我先说。周儿，我刚才去见母后了，母后答应我的婚事让我做主。叶儿，我想出宫。出什么宫？皇宫呀。出皇宫干嘛？这里不属于我。也许我们就不该重逢。你这话什么意思？我们一个在天上，一个在地下，你要娶的女人，不该是我。你就是我的女人，我们曾经许诺。儿时说的痴话，你就不该当真。你反悔了。伊儿，我不想看到你为我去祈求别人。
叶儿，你要听我的，你是天子，不是人间凡人，只能娶你该娶的女人。等你能做主天下事之日，自然也做得了自己的主。到那时，我再做你的女人，做妾也愿意啊。我等你，好吗？你跟周儿说了什么？快回答朕！皇上，周儿姑娘跟您说了什么？说她要出宫，要离开朕，是你逼她的。你默认了。张子荣，你凭什么管朕的事？凭什么逼周儿？你以为你是谁？你只不过是朕身边的一个人质。朕这些年视你为同命相连的兄弟，在朕最需要你的时候，你居然背叛了朕！皇上，臣没有背叛你，是你为情所困，忘了自己的处境。朕没忘，但是让我放弃心爱的女人，保全我的安全，朕宁愿当个听话的皇帝。皇上，您一意孤行，会让您心爱的女子身处险境。你威胁朕，自古皇后之位都处于风口浪尖之上，是最危险的位置。以您现在的力量，能保护周儿姑娘平安无事吗？臣本来是去劝说周儿姑娘的，没想到却是多此一举。周儿姑娘深明大义，确实是值得皇上喜欢的女人。皇上，该去看望陈公公了。陈公公，皇上来了。皇上，皇上，奴才给您行礼了。不必多礼。公公近来可好？皇上好，奴才就好。朕很好，您放心。皇上，您骗不了奴才。皇上是为了大婚的事，您都知道了啊。奴才身子不好使，可耳朵好使。人不在皇上身边，可心一直在皇上身边。皇上的一举一动，奴才都知道。陈公公，您知道，朕这些年一直惦记着周儿。奴才知道，奴才全知道。但是皇上，您要记住，您是天子。天子娶妻娶的不是女人，是半壁江山。奴才老了，这点残喘之力，恐怕帮不上你。皇上，您得靠您自己，您不能失去这个机会。蓉儿，你先出去，奴才想跟皇上单独待会儿。是。
少爷，禁军副统领王守忠在城外等你。这件事不许让任何人知道，老爷也不行。是。 王副统领，久等了。张公子，为何事邀本将在这里见面？大事，避人耳目之事。公子请讲。皇上要大婚，太后选我姐姐进宫，另外一个进宫的是那个王延龄的孙女。正宫要在他们2个人里面选一个，我要帮我姐。怎么帮？到时候你自然就知道了。张公子。 后宫的事情，你为何要找本将？我是想借这个机会，正好拿下夏怀敏，禁军由你来统领，我们不能再等了。你爹知道吗？不知道。张公子，不管做什么事情，只有张大人点了头，本将才会去做。王副统领，恐怕你这辈子只能做个副将。王副统领，夏怀敏背叛了我爹，我爹对他恨之入骨。 我们把他要做的事情给做了，他到时候一定会感激你的。老的人终究会一天天老去的，天下早晚是我们的。你自己好好想想吧。撤！少爷。 你回来了，我爹呢？啊，在书房。少爷，主人自从宫里回来以后，心里好像不痛快，您可得躲着他点儿啊。哎，少爷。 爹，您怎么了？谁又惹您生气了？爹的事情你别管，出去。皇上要娶一个民女进宫做皇后，这件事，整个开封城都传遍了。您不说我也知道，您是在生自己的气，您又输给那个女人了。这几年来，您就像一头蒙着眼睛拉磨的驴，您感觉自己走了很远。 但其实一直都是在原地。出去，爹，我刚才说错了，您不是驴，驴不会生自己的气。滚！王大人，难道您看不出来吗？让皇上娶他心爱的女人为妻，这是太后挖的一个漂亮的陷阱。本相又不蠢，难道我看不出来吗？那您为什么还要隐忍呢？皇上自告奋勇地跳进去了，难道你让本相也跳进去？王大人，学生不懂您的意思。这个坑不光是挖给皇上的，想往里跳的人都能装得进去。本相的孙女是皇上正宫的2个人选之一，这个时候让本相跳进去，岂不成了怀揣私心？岂不正中了他人下怀？王大人，请恕学生冒犯。您身为一朝宰相，本应先天下之忧而忧。皇上娶亲关乎国家安危，而您怕被人留下画饼而不作为，您这才叫怀揣私心呢。范仲淹，本相伺候过2朝天子，不用你教我怎么当宰相。先天下，本相若是先天下，我这个头早就被砍掉了，我活不到今天。王大人，我说的先天下是天下的百姓，为天下百姓担忧，有何不对啊？你还是先忧虑你的脑袋和上面的帽子吧。谢谢王大人提醒，学生告辞了。慢着，本相还没说完呢。王大人请讲。
明天在朝上，太后一定会拿皇上的婚事和你们商议，赞同或者反对，无论你们表什么态，都会掉进坑里。王大人说怎么办？没有态度就是最好的态度。当一个看热闹的，你就不会掉进坑里。众位卿家，今日朝上，皇上和哀家有2件事情想要与大家商议，听听大家的意思。第一件事情，近来哀家在私底下听到有人议论，说让哀家撤帘归正，让皇上做主天下。虽然议论的声音微弱，但哀家还是听到了。哀家最不喜欢别人在私底下嘀嘀咕咕的，有话就拿到桌面上来说。那些在私底下议论的，今天哀家就将这窗户纸捅破，大家可以到台面上尽管大声议论。奇怪了，哀家怎么听不到声音呢？范仲淹，臣在。你说说，那些声音都去哪儿了？太后听到的声音，是从臣这儿发出的。太后，先帝病逝的时候，当今皇上年幼，先帝留下遗诏曰：“后为皇太后，军国重事全权处分。”先帝的一个“全”字已经昭示天下。当今皇上年幼，太后替幼主暂时代理皇权。可是如今皇上已经长大了，太后理应将皇权还给皇上，以安天下民心。范仲淹，你是说哀家霸着皇权不还给皇上？臣只是说，皇上打理天下是天经地义的事。那好，哀家问你，这些年在朝上，哀家都坐在什么地方？龙椅后面。可曾越过这龙椅半步？没有。哀家是听政，皇上的龙椅才是主政，哀家没有说错吧？哀家从未越过雷池半步。皇上他还坐在他的龙椅上，你让哀家还什么政？皇上是坐在龙椅上，可是皇上从来都是当家不做主。范仲淹，你年幼的时候能做得了自己家的主吗？不能。可是当今皇上已经长大了。皇上的确长大了，谁都不能用自己的意思去裹挟皇上。那咱们就听听皇上是怎么想的吧。皇上，你心里怎么想的，就怎么说。朕还没有独自打理江山的本领，还需母后助儿臣一臂之力。皇上不亲自打理天下，本领从何而来？范仲淹，皇上的意思已经很清楚了，难道你要裹挟皇上吗？这些年，哀家尽心尽力地呵护皇上长大，已经心力交瘁。哀家何尝不希望皇上早日长大，当家做主呢？哀家何尝不想过一过这清闲的日子呢？姐姐手真巧，女工做得如此精细，让人好生羡慕。再精细，也是针线活。妹妹一肚子的书，才让人好生嫉妒。姐姐话里有话，姐姐，你不高兴了？没有。那天夜里你要与我说什么？姐姐明知故问。那天夜里，姐姐已经知道叶儿想要娶我，暗自落泪了一夜。姐姐喜欢叶儿？胡说！我和叶儿是同吃异母乳长大，我和她是姐弟。可你们不是异母同生啊？
姐姐，你说实话，是不是喜欢义儿？我们从小一起长大，从来都没有分开过。他是我在这个世界上唯一的亲人。那种滋味我知道。那天我也落了一夜的泪。天亮后，我回绝了义儿。我告诉他我不嫁他。为什么？姐姐，我不想待在皇宫里了，我想回戏班子去。你不喜欢义儿？喜欢，他也是我在这世上唯一的亲人。可他是天子，我唯一能帮上他的，就是离开他。哀家要讨论的第二件事情，正是皇上要当家做主的事。皇上已经到了大婚的年龄，哀家替皇上挑选出了2位新人，一位是宰相王大人家的孙女，另一位是枢密使张大人家的千金。这2位新人，无论是从样貌还是门第，都是万里挑一的。要做主天下，首先就应当做主自己。哀家想让皇上从2位新人当中挑选出一位入主中宫，可是没想到皇上却有他自己的见解，和哀家的想法南辕北辙了。哀家陷入了两难，不知道该怎么办。皇上，你和众位卿家说说你的想法吧。皇上不说，那哀家替皇上来说。皇上自幼在乡下有一位青梅竹马的玩伴，皇上一直对她念念不忘，可谓是情深意切。而这位姑娘就是咱们现在开封城一个戏班子的当家歌女，皇上想娶她为后。怎么，没有人感到意外吗？想必是你们都已经知道了吧？怎么没有人说话呀？范仲淹，臣在。哀家想听听你的见解。臣没有见解。你口口声声说要让皇上当家做主，现在皇上要做主自己的婚事，你不能没有见解。皇上婚事是皇上和太后的家事，应该是在后宫议论的事。众位卿家，皇上的婚事变成我们的家事了。哼，皇上，看来是咱们母子俩自作多情了，把自己的家事当成了天下事。那好，既然是我们的家事，那哀家就一诺千金，皇上的事情由他自己做主，哀家都听他的。皇上，现在就做个决定吧。母后，朕想明白了，您说的对，是朕头脑一时发热，朕不该娶周儿。朕听母后的安排，在2位新人中选一位。停下！是谁让你改变了主意？孩儿想清楚了，是孩儿自己的主意。郭公公，我们走。
和周儿见一面都不行吗？皇上，既然做了决断，就不能藕断丝连。这个时候跟周儿姑娘见面，会给她惹来麻烦的。送她出宫，远离这个是非之地。臣知道了。别是一般滋味在心头。词写得真好，唱得也好。唉，让人不禁想落泪。谢太妃娘娘夸奖。剑不断，理还乱。别是一番滋味在心头。唱的可是你现在的心境。太妃娘娘，民女此刻的心境是想出宫，回到戏班子里去。太后，生气伤身子啊！这世上还有什么东西比太后您的身子骨更重要啊？哀家给他挖了个坑，他却让哀家掉里面了。你想说什么？太后，奴才觉得皇上没那么多心机，这是他后面有人给出谋划策。有话直说，别绕弯子。陈琳那条老狗已经被关了起来，可皇上身边还有个张公子。太后，您没觉得这些年张公子对皇上比对他爹还亲？这个张公子的心智之高，可非同一般呐。太后，太妃娘娘来了。姐姐，听说你不舒服，妹妹特意前来探望。妹妹坐。哀家掉进自己挖的坑里面了。妹妹已经知道了，那个周儿来告诉妹妹，她想要出宫。她把皇城当成戏班子吗？想进就进，想出就出。你想出宫？太后，民女不想在宫里添乱了。你已经添乱了，让哀家很是难堪。你为什么要出宫？宫里面不好吗？太后，民女是一个布衣女子，应该回到……你不是布衣。如果不是时运不济，改朝换代了，坐在这儿的兴许是你呢。太后，民女更愿意做一个歌女。不卑不亢，哀家很是喜欢。放你出宫是可惜了，皇上舍得你，哀家可舍不得你。太后，走，跟哀家去见皇上。皇上，你的出尔反尔让哀家害怕了。哀家过来看看，你会不会再改变主意？皇上，哀家问你话呢。这次不会了。当真？当真。皇上，你可要为你说过的话负责任，以后可怨不得哀家。不怨母后，是孩儿自己的主意。蓉儿，万一以后皇上埋怨哀家，你可要替哀家作证啊。姑姑，皇上不会怨您的。你怎么知道？皇上知道，姑姑是为皇上好。蓉儿，看来你是真的长大了。在姑姑面前，蓉儿永远只是个孩子。这些年，哀家把心思都放在了皇上身上，疏忽了你。皇上要成婚了，你何尝不是呢？
哀家呀，可真是粗心。今天哀家就替你娘做主了。哀家看，这周儿真是个好姑娘，哀家喜欢。这俗话说得好，肥水不流外人田。这么好的姑娘，可不能让别人糟蹋了。今天哀家就替你做主了，让你娶周儿为妻。你放心，你爹那里哀家自然会去说。这么好的一个媳妇啊，你爹一定会满意的。蓉儿，你可得好好谢谢皇上。皇上，两位新人入宫已久，你可不能再冷落了他们。哀家再给你1天的时间，你必须要做决定了。你到底要干什么？想要给蓉儿定下婚事，这皇上成婚了，蓉儿也得成婚呢。这手心手背都是妹妹的肉，妹妹不能不操心。我跟蓉儿她娘还活着，蓉儿的婚事我们自有主张。哥哥，那妹妹是你的什么人呢？哥哥，你别心急，妹妹这不是要跟你商量吗？不用商量。这周儿姑娘虽然是个歌女，可好歹是名门遗后，这骨子里的血液也是高贵的，配得上蓉儿。她就是天仙也不行。太后，蓉儿在宫里这么多年，已经很无辜了，你就不要再逼着她搅入宫廷纷争了。是她自己要搅入的，谁都没有逼她。你们是想将朕逼疯吗？好啊，朕已经疯了，朕要杀人！皇上，您要冷静。冷静。皇上，您要……皇上，您要冷静，我们一起想办法。这么多年来，妹妹一直把蓉儿当成自己的亲人，蓉儿却把妹妹当成了敌人。她怂恿皇上与妹妹对着干。怂恿皇上？他干什么了？皇上出尔反尔，你不是没有看到。你太多疑了，他们只是孩子。你错了。蓉儿她长大了，她对你的冷漠，你不会无动于衷。咱们都没有料到，她仇恨咱们。这也不能怪他，要怪，就得怪我们。仇恨的种子是我们种下的。哥哥，蓉儿会比当年的你走得更远。妹妹这么做，只是想把她拽回到我们身边。太后，你已经牢牢地拴住了，你就放了蓉儿吧，放她出宫，远离皇上。那这么说，你就是不愿意了？要是妹妹一再坚持呢？你确定要1意孤行吗？你是在威胁妹妹吗？哥哥，咱们打打闹闹这么多年了，也只有一件事情你能赢得了妹妹。哼！胳膊伸直，1、2、
海高，少爷。王守忠说什么了？王副统领说，这张后宫图千万不可以落入他人手中。一句废话。王副统领还说了，说少爷你要三思而后行。还是废话。在他们当中，给我选2个最忠诚的。是。2位大人，关上门说话。这些年咱们井水不犯河水，朝廷这口破锅修修补补也算是平安过来了。这口锅是由咱们3个人支撑着，而现如今有人想动这口破锅，你们却让哀家独自面对，恶人全让哀家一个人当了，哀家觉得不公平。哀家不是怨妇，也不想埋怨你们。今天咱们就不要遮遮掩掩了，打开天窗说亮话。这口锅咱们是继续维持着，还是交给皇上？哀家都听你们的。不过有一点，哀家得说清楚了：如果这口锅交给皇上，咱们就得让他自己新立一口锅。一朝天子一朝臣，谁都不能乱了规矩。王大人，范仲淹是你举荐的官吧？是本相举荐的官，可是他上奏太后退位的奏折已经被本相撕掉。撕了奏折就了结了吗？当然不能了结。本相正准备将他贬黜京城，离朝廷越远越好。太后，又一份让哀家撤帘归正的折子。什么人这么不识时务啊？是那个叫包拯的。按下葫芦起了瓢，这个包拯也来凑热闹。这些年，哀家是真把他给忘了。看懂了吗？看懂了。看懂什么了？4个圈圈。不是少爷，我知道您是想要这其中1个圈圈从地图上消失。这也差不多，接着说。梧桐小筑，王延龄的孙女住这儿。皇上寝宫，可是二少爷也住这儿啊。少爷，这可不行，这是太后寝宫，有时候老爷也住这儿啊。你脑子有毛病啊！少爷，您弄错了吧？明月小筑，您姐姐住这儿。皇上，太后吩咐，皇上今天不能再冷落2位美人了。朕选梧桐小筑。太后吩咐，要1碗水端平，选谁还请皇上翻牌决定。请皇上翻牌。
皇上今晚临幸梧桐小筑。少爷，人挑好了，兄弟俩现在在屋外等着呢。让他们俩进来。是，你们进来。少爷，来，给少爷表表你们的忠心。为少爷上刀山下火海，视死如归。春花秋月何时了？往事知多少？小楼昨夜又东风，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。春花秋月何时了？往事知多少？小楼昨夜又东风，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。啊，雕栏玉砌。王副统领，张公子，你怎么来了？别废话，快让我们进去。走。东流，恰似一江春水向。东流。为什么给朕唱这曲子？回皇上，那日陪同皇上赏月，臣妾看到皇上听到这首曲子落泪了，便觉得皇上一定喜欢。臣妾这几日才学会，唱得不好。皇上要是不喜欢，臣妾舞跳得好，再给皇上跳支舞。别跳了，朕今天没有心情。你多大了？14岁，再过几个时辰就15岁了。明天就是你生日了。是。你还是个孩子，朕不能让你失亲。皇上，皇上，臣妾再过几个时辰就是大人了。你还小，日子还长着呢。朕明天让人给你送礼物。皇上，皇上，臣妾愿意精心伺候皇上。皇上，皇上，皇上。姐姐，今天晚上啊，好好泡个澡。有什么事儿啊，以后再说。可惜了，这么好闻的花香，皇上没闻到。那个王灵儿运气真好，皇上第一次翻牌，竟然翻到她。姐姐别生气，那个王灵儿是个没长熟的青瓜，还是色的，皇上肯定不会喜欢。他呀，赢不了姐姐。猪头，
人算不如天算，别费心思了。伺候出狱吧。皇上驾到！皇上，撤！皇上，臣妾不知道皇上要来，正在沐浴，无法失礼，请皇上原谅。你没错，是朕冒失了。皇上不冒失，臣妾是皇上的女人，明月小筑就是皇上的家。臣妾沐浴了，就是准备干干净净的迎接皇上回家的。张公子，本将绝不答应。你们现在赶紧出宫。王守忠，小爷我自己干和手下人干有什么区别？天壤之别。此话怎讲？如果事情万一败露，本将可以杀他们灭口。如果事情败露了，你依然可以灭口，小爷绝不怪你。张公子，想好了，现在还有回头路。小爷我既然进来了，不把这件事情干成了，我绝不出去。既然这样，路线你记住了吗？烂熟于心，万一败露，本将绝不手软。理当如此。换衣服。等等，张公子，今晚你爹也在宫里。哥哥，妹妹又被你征服了。哥哥，你就像是一只升了空的风筝，总想往远处飞。可是，你越是打败妹妹，妹妹就越舍不得让哥哥飞走。你怨不得妹妹。我就算是一只风筝，可这风筝线在你手里不是攥得牢牢的吗？你敢松手吗？妹妹才不会上你的当呢。我可以出宫了吗？如果晚了，夏怀敏又把我关在宫里。她呀，现在正躺在温柔乡呢。哀家说过了，蓉儿的婚事办不成，哀家就不放你出宫。既然皇上的婚事是他自己做的主，那蓉儿的也叫他自己做主吧。那可不行，蓉儿可比不了皇上。太后，太后，出什么事了？奴才回禀太后，今夜皇上在明月小筑张美人那就寝了，皇上自己选定的。皇上不会再改变主意了吧？不会的，奴才把皇上锁在屋里了，他哪儿都去不了了，只能和张美人待在一起。今夜春色满园。哥哥，这可是喜事一桩啊！来，妹妹敬你一杯。少爷，那两个手下
绝对忠诚，您为什么非要亲自干？您信不过他们。他们再忠诚，能让本小爷自己忠诚吗？不能。走，快！周儿、蓉儿，你们要快点想办法。我不能留在这儿，太妃娘娘会找我的。我先回去了。去吧。张公子，想出办法了吗？怎么还没有办法？我帮你说服了皇上，自己却被逼到了绝境。太后那里该你了，你现在去跟太后说，让她放我出宫。太后是不会答应的。那怎么办啊？难不成真要我嫁给你？周儿，你放心，我是不会娶你的。我更不会嫁给你。周儿，你误会了，我不是那个意思。你先别着急，容我再想想办法。天造有风，小心走水。哎，站住！小心走水。天造有风，小心走水。走啊！走啊！少爷，就是这儿。哎，您在这守着，我去看。哎，来人呐！少爷，你看，少爷，这着火了，这着火了！赶紧出去吧，不然出不去了。哎，少爷，少。嫂嫂，端午，我有事情要跟你们说。哎，三黑，你怎么回来了？朝廷降旨，让我火速赶回京城。三黑，你不是惹什么麻烦了吧？嫂嫂，端午，朝廷有事，官服路上不方便，你们帮我整理便装，
我要带李夫人一同回京。哦。李夫人，包拯，怎么了？您今天跟我一同回京，太后下诏书让我火速回朝。发生什么事情了？您收拾一下，咱们即刻动身。路上我再告诉你。嫂嫂，请留步，我们要赶路了。嗯。自己多保重，照顾好嫂嫂，让敏儿用功读书。嗯。夫人，您多保重。这些日子招待不周，我这刀子嘴得罪您了，望您海涵啊。嫂嫂菩萨心肠，你们对我的好，我一定会记得，来日一定报答。哎，路上小心。娘，娘，我三叔这是去哪儿啊？京城。京城？嗯。他怎么走得这么匆忙啊？都不等我读书回来，这是出什么事儿了吧？娘也不知道啊，是朝廷的事儿。你叔这一趟，不知是福是祸。是福不是祸，是祸躲得过。大人，前面再走10里有个镇子，咱们就在那儿歇脚吧。好，你去打前哨。是。驾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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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打我！到！老爷，您打我吧，老爷！老爷，张东，老爷，张东，听老爷的，你不打我，小爷打死你！好汉做事好汉当，快点！给我往死里打！快点！使劲儿！使劲儿！别打！别打！别打！
再打就要出人命了。主人，我求求你了！今天不打死他，主人，咱们全家都得死在他手上。大人，客房已经安顿好了，请随我来。夫人，这是您的房间。大人，您的房间在隔壁。夫人，晚饭一会儿我让人送到您屋里来。一天奔波，早点歇息。包拯，到底出什么事情了？前几日皇宫失火，朝廷调我回京勘察火案。皇宫失火，那皇上安好吗？我知道的就这么多，详细的回到朝廷才知道。范大人，包拯，这么巧，咱们在这儿碰到了。进来坐吧。包拯，那位夫人是？我嫂嫂，患了眼疾，跟我一同到京城去看郎中。哦，范大人，您怎么在这里？我被朝廷罢黜京城，去往天涯崖州，今晚落脚在这里。罢黜京城？是啊，我让太后退廉还政，激怒了太后。您也建言太后退廉还政？包拯，你我是前赴后继，我刚刚被罢黜京城，你的谏言便到了太后手里。你我本来是去往天涯同路人，现在后宫的一场大火改变了你的去向。范大人，后宫失火的事，您知道详情吗？略知一二。皇上安全吗？是失火还是纵火？火是冲着皇上去的，烧得蹊跷。最扑朔迷离的是，皇上和张德林的女儿刚刚被2个太监拼命地救出来，另外一处却又起了火。宰相王大人的孙女险些葬身火海，而救皇上的2个太监却在后宫蒸发了，后宫没有人认识他们。包拯啊，你知道他们召你回朝为什么吗？这场大火把皇上、太后、王大人、张德林全都搅了进去。他们急于知道真相。现在的朝廷是剑拔弩张，人人自危。搀出去，上点药。是。少爷，你们也下去吧。蓉儿，你是怎么混进宫的？象走天，马走日，我自有我的办法，我是不会告诉你的。明月小筑，你姐姐住在那儿，你想烧死她？要不是我舍身相救，我姐姐早就葬身火海了。还有你那皇上，谁放的火？我跟我姐姐商量好了，火从偏房烧起，姐姐有时间逃出来，我还没来得及动手，这火就着起来了。放火之人，却变成了救火之人。啊个屁！幸亏了第2把火，你才有机会逃出来。梧桐小筑的火是谁放的？我还想知道谁放的呢。这把火既救了我，但也坏了事情。
我本来想借此事栽赃王延龄和太后的，没想到王延龄那个孙女却差点葬身火海。这下倒好，王延龄倒成了受害者了。你为什么要铤而走险？我要帮我姐，还要救您。爹，您从小就告诉我，您的敌人在朝廷里，现在那个女人就是您最大的敌人，您已经被她俘虏了。我不救您，谁救您？行了，保长，你对这个火案怎么看？事情查清之前，我没有看法。不先入为主，才能识庐山真面目。你又给本官上了一课，受益匪浅。范大人过奖了。前几年你被罢黜京城，我在城外相送。如今你奉旨回朝，而我却在罢黜京城的路上迎来送往，咱们是真的有缘呐。范大人，被罢黜未必是坏事情，趁此机会浪迹天涯，亲自感受一下民间的疾苦，兴许你我都知道该怎么做官了。知音呐，做了这么多年官，终于遇到了知音。保拯，来，咱们俩干了这碗酒。哎，酒逢知己千杯少。保拯，你知道我上一次这么痛快的吃酒是在什么时候吗？范大人，您金榜题名的时候。你怎么知道？范大人是性情中人，那时候一定是壮志踌躇。先天下之忧而忧，后天下之乐而乐。学生读过大人的文章。那个时候年少轻狂，不知天高地厚，浅笑了。这句话至今仍然感动着学生，他会激励我一生。保拯，忘了这句话，他会害你一辈子。你很聪明，但是你永远也学不会做官之道。那范大人学会了吗？在朝廷做了这么多年的官，是越做越孤独，连找个吃酒的人都没有。大人，我能够体会你的苦闷。穿上衣服，别叫你娘看见。爹，朝廷风平浪静了这么多年，现在让一把火烧了起来，你打算怎么办？包拯已经在回京的路上，他有能耐查清真相。爹既希望他能查个水落石出，可我又害怕他把你所做的这件愚蠢的事情也查出来。你要记住了，刘馥就是他亲手送上的断头台。放心吧，爹，那个包拯可能回不了开封城了。什么意思？你又干什么了？您要知道，您的儿子不是刘馥。如今的朝廷，人人争先尽享天下之乐，不忧天下之忧。这不是范大人想要的朝廷，学生何尝不是愤懑？保拯，这几日我一直在想，咱们让太后退廉还政。如果皇上真的掌握了皇权，难道朝廷就是我们想要的朝廷吗？换汤不换药，甚至于比现在有过之而无不及，那我们岂不是成了天下的罪人？学生也深思过这个问题。若真是如此，那便是大宋江山气数已尽，现在天下百姓已经水深火热。大宋假若真的灭亡，百姓还能苦到哪儿去？范大人，您相信现今的朝廷会变成一个先天下之忧而忧的朝廷吗？已经烂到根儿了，不可能的。唯一的可能，便是将希望寄托于皇上身上。一朝天子一朝臣，汤药一起换。一群恶猫，现在撑成了老虎，万一再来一群恶猫怎么办？粮食生虫，农夫该怎么办？灭虫子，保拯，
你已经是最好的农夫了。范大人，你我应该都是农夫。保长，你这次进京，一定会搅入到势力争斗的漩涡里，一定要多加小心。他们俩是我的随从，一个叫张龙，一个叫赵虎。快走，快走！怎么回事？不知道，他们二话不说就打起来了。嫂嫂，嫂嫂，嫂嫂呢？嫂嫂去哪儿了？嫂嫂不见了，快去找嫂嫂！马车不见了，嫂嫂让人给劫走了，快去追！张龙、赵虎在，你们俩也分头去找。是。爹，您笑什么？你居然派人去杀他，你杀不了他。为什么？我已经派人在路上保护他了。包拯不能死，他死了，就没有人能查出放火之人。包拯身边，现在指不定杀得多热闹。天下最荒唐的事情，居然出现在咱们家。要是传出去，天下人会笑掉大牙的。范大人，人我们没有找到。我知道了，你们先回去休息吧。是。保长，他到底是什么人？她不是我嫂嫂，她的身份很重要，我只能告诉你这么多。人还没到京城，麻烦就来了，你打算怎么办？我倒是有一个办法，不知是否可行。让你的随从跟着我，一起寻找那位夫人。张龙、赵虎跟着你去京城。晚上那些灰衣人不知来历，而那些黑衣杀手一定是冲着你来的。你的麻烦才刚刚开始。张龙、赵虎跟随我多年，武功上乘，路途凶险，一路可以保护你。保证，
大宋的黑脑袋就你这么一颗，值大价钱，不能丢。谢谢范大人。露出了半边的月，是圆还是缺？喝过了半杯的酒，是空还是满？初心总是比结果看上去热情大方，真相从来就简单。演过了一半的戏，是真还是梦？唱出了一半的歌，是悲还是欢？未来总是比过去看上去更美丽灿烂。人生本就是梦宽，不要说江湖爱恨两难，那不要说世道善恶难断。大江东去，只留下了风流人物，千古流传。演过了一半的戏，是真还是梦？唱出了一半的歌，是悲还是欢？未来总是比过去看上去更美丽灿烂。人生本就是梦宽，不要说江湖爱恨。